大家好，我是杰夫。今天呢，我们先暂时不聊王力宏的事情，因为事情估计还会有很多最新的发展。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雷神之锤很快会锤到自己的头，所以我们还是等当事人发表意见之后，我们再来聊这个事情。记不记得我在第一则影片里面有说到王力宏笨？为什么他笨？右上角的影片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就知道了。而这次呢，我要说的是某家电影公司的行销或者是他的企划笨，而且笨到我非常想知道他是谁。大家都知道今年夏天最火的恐怖片是萨满，他的操作手法让他在口碑跟票房上都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。而在今年的圣诞节档期呢，也出现了一部国片《恶兆》。姐夫是恐怖片的爱好者，自然立马关注了这部电影。不过在看预告的时候，姐夫就隐隐的发现，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觉得它是一个不祥之兆。果然上映的当天我就去看了，只不过看了10分钟，我觉得我的预感果然成真。之后呢，我在电影院里面坐立不安了1个多小时，中间还睡了3分钟，而会醒过来还是旁边的女生尖叫，我其实是被吵醒的。简单的说，《恶兆》它就是萨满的姐妹作，只是在整个步调上稍微比萨满更快的进入重点，内容我就先不剧透。在这一则影片里面呢，我想来跟大家聊一下它的行销手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聊所谓的翻拍。这2年我们看到一些超级大卖的电影，例如说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、当男人恋爱时，以及让刘冠廷得到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作品《鬼扯》。这3部电影都是翻拍韩国的电影。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翻拍自2009年韩国片《最悲伤的故事》。当男人恋爱时翻拍的是2014年的《不标准情人》。鬼扯则是翻拍2004年的《实施2公里》，当然我们也有人翻成《我们全村都不是人》。这些翻拍全部都是距离原版片有8年以上的作品。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，因为如果没有看过原版电影的观众，第一个赞叹就是哇，这故事好有创意，至少我在看的时候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再聊所谓的行销手法。萨满之所以会在暑假期间变成被热烈讨论的电影，主要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的恐怖片或惊悚片的宣传手法，极度中邪，令人极度不安。接下来再告诉大众，在观赏萨满这部影片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没有看完就逃出了电影院，而且还为了胆小的观众特别弄了个全场开灯的胆小鬼场，足足吊足了恐怖片迷的胃口。在内容上，电影的创新手法也造成了观众的2极反应。上映之后讨论声浪不断，也让萨满的续航力持续了好几个月。其实在这样的时间推出恶兆，注定会是一个失败的结果，不管是在票房或者是评价上。就如同姐夫刚刚说的，要翻拍一部经典电影，原版照抄它只是一个安全牌，即便是分镜都一样。大家关注的焦点会是在重新诠释同样角色的演员身上，例如当男人恋爱时的邱泽跟许瑋甯。原版改编是进阶，新版它会去修正原版本来就有的 bug， 让剧情更加合理化。就像鬼扯，恶兆在这2方面其实都没有做到，同时把逻辑改得更为的混乱，让我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它的重点是要说什么。那另外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在它的选角。简单的说，
萨满给我们的惊喜是在影片的进行中，我们原来以为的主角尼姆，他其实并不是主角，而是刚开始并不起眼的米。我们看到他在表演上以及造型上的惊人变化，但是到最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敏的妈妈。这样的安排让我在观影的时候，除了享受恐怖的氛围之外，还有一些额外的新爆点，非常的有趣。但是在二照就早早的告诉了我们最后会出事的人是谁。本来我还在想，梗这么早就破了，最后应该会有个终极反转吧，结果没有。最后我觉得在制作上挺可惜的一点，就是台湾的制作团队还是稍显保守了一点，这包括在特效化妆上并没有做到一看会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程度，血浆呢它也喷得不够。最后我认为最失败的一点就是它的海报设计。我们来比较一下萨满跟二照的设计好了。我认为萨满的海报充斥着令人不安的氛围，让人想一窥究竟。但是二照的设计则是一下就将电影中最恐怖的一幕秀了出来。我很想知道究竟是哪位天才企划想出来这样的一个 idea。如果这个片真的卖座不好，我觉得他应该要自己递上离职信才对了。作为一部经典影片，重拍或改编其实是很危险的。如果没有把握拍得比原作好的话，在这里我看到二照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。很多人说看萨满被突然吓到的场面不多，而且行进的有点慢，有点无聊。不过二照在 jump scare 的画面倒是不少，被吓到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。那如果你没有看过萨满的观众呢，姐夫会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二照，它的恐怖场面应该还是有机会把你吓到叫出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在下面按个赞，并且表示鼓励。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